大家好，我是一休。这一期的只言片语，让我来分享一下攀岩很重要，但是又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两个部分：按摩跟放松。很多人爬完岩之后，第一节做的事情就是回家睡觉，但是这会长期造成肌肉不平衡。如果你没有做拉伸的话，最后更严重的会导致受伤。所以大家记得攀完岩按摩伸展，这样就可以避免受伤。在这里，我跟大家分享几个小道具。第一个是筋膜枪，第二个是滚筒，第三个是按摩球。滚筒的使用方法：压住肌肉，左右来回碾压。错误的方式是沿着肌肉的方向前后来回滚动。如果你没有携带筋膜枪或是滚筒的话，你可以直接用你的膝盖或者是手肘来做放松。膝盖可以放松手臂的前臂正面，你把手放到地板上，把左膝盖放在正上方，用力碾压，把身体的重量 control 的放在手臂的上面，你可以自己调控力量，顺着肌肉的走向，把每一个痛点都释放开来。另外一个很容易被人忽视的是手臂背面。手臂背面的放松，我们可以用手肘的最尖的地方，就是鹰嘴尖，用力碾压。这个放松其实很重要，因为在抓点的时候，其实是正面跟背面协同用力，所以两边都要放松。我会从脊椎的放松开始。首先，我们先做猫牛呼吸。在吸气的时候，要从尾椎节一节的把脊椎打开，身体成一个 U 字形。在吐气的时候，身体想象肚子有一个气球，在往你的肚子往上一直顶，一直顶，一直顶。下一个动作是肩膀的放松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压肩。压肩的方式是左手置于右手的肩膀下方，然后用全身的重量去压。右手跟左脚可以摆到适合的位置，调整压左肩的力道。可以的话，左手尽量往上伸，然后尽量把肩膀跟右手的距离越缩越小。接着我们换下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是右手的肩膀完全贴在地板上，不要有空隙，然后右手是呈一个90度的状态。左手这个时候可以帮忙转身体，尽量伸展到胸小肌跟胸大肌，空出来的左手用力，然后把肩膀伸展开。攀岩伸展很重要，因为像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常做到的话，长时间会造成肩膀肌肉不平衡，背肌没办法在正确的位置用力。这些肩膀的动作会同时把4条 rotator cuff 旋转肌袖同时都放松。换边一样是肩膀完全贴死在地，嫌不够大力的话，右手也可以帮忙往地上撑。下一个我们做类似的动作，唯一的差别是手这次是 T 字形，然后左手现在去摸另外一边的右手。做这些动作的原因是为了肩膀的活动度，膝盖要往右边倒，可以压得更深。下一个动作是手背在后面，然后贴在地上，这个时候身体往右边转，左手去摸到地板，然后继续往前伸，有种拆骨头的感觉。下一个动作是手背在这里，像这样子，然后躺在地板上。这个时候头就可以往地板压，肚子可以往下压，肚子跟地板的空隙趋近于零。这个时候就可以伸展得更深。好，现在我们来伸展阔背肌，这是一个也是全面性的伸展。我们从猫牛姿出膝的姿势开始。好，我们双膝跪地。屁股在膝盖上方，肩膀在手上方，左肩膀贴地，右脚向外伸展到右边，右手向右边倒下。这个时候不要翻车哦，
然后我们做另外一边，反向翻过去，左脚往右边踩，左手打开，把身体撑起来。下一个动作是伸展二头肌，这个动作一开始是手打 T 字形，这个时候手指不要离开地，但是肩膀要往后面翻，然后这个时候左手往地板推，就可以伸展到二头。下一个动作是在攀岩伤害的书里面说到，如果不能做的话，就不建议继续攀岩。而前面做了一些准备，那我们现在就把两只手往后面背，想办法把它抓住，然后慢慢越抓越深。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伸展前臂，有一个重点就是手指要完全贴在地上，不要有空隙。这个时候就可以伸展前臂，然后也要记得伸展背面，背面很多人都会忘记。接着把手指抠起来，整个放在地上，你就可以一次伸展到4根手指。下面我们来进行下半身的伸展。第一个动作是在伸展躯干的核心部分。我们可以想象上半身被一条绳子从天花板吊着你的头，我们的躯干直的向脚的方向贴下去，就像一本书合起来一样。这个时候重点是背是平的，然后身体跟脚之间的这个夹角越小越好，重点不要驼背哦。这个时候我们做一点变化，这时候往左边转一点，右手放在地上，然后左手画一个大圈去抓你的右脚。这个时候我们直起，同样想象上半身被一条绳子吊起来，这个时候向右转，左手去右大腿的右边。这个动作帮助我们伸展脊椎两侧的肌肉。然后换边做同样的动作。躯干伸展完之后，我们会进行髋关节的伸展。第一个髋关节的伸展是鸽式，我们来拉伸紧绷的髋关节，尤其是大腿的内侧以及后侧。重点是上半身完全贴地，尽量让整个胸还有肩膀都靠近地面。这个姿势可以做很久，是一个非常深层的拉伸，尽量保持呼吸，有的时候可以做到2-3分钟。然后起身做更深层的鸽式，右脚翘起来，右手拉着右脚，头往右边看。这个动作可以让我们同时伸展到紧绷的髋关节，还有四头肌，这是一个很全面的伸展，非常喜欢。鸽式对攀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伸展，它是主要影响挂脚柔软度的重要伸展。好，我们起身，同样用左手拉着左脚，尽量让上半身是直的，想象头有根线拉住你。下一个动作叫蛙式，就像青蛙一样趴在地板上，双腿打开，双脚并拢，然后臀部和脚都贴在地面，想象自己的屁股一直往地板钻，屁股夹紧。这个时候我们坐起来，把双腿打开，双手向前够，一样像一本书一样把身体折起来，
尽量不要驼背，重点下不去没关系，但是不要驼背，尽量让身体贴近地面。我每次做完攀岩训练，都会至少花半个小时或更久来做一整套拉伸的动作，还有按摩。有的时候会觉得很花时间，但是长期以来，它可以让我们的筋膜组织非常的有弹性。有的时候攀岩，我们做了很多动作，其实都是过度用力的。有的时候筋膜如果太紧的话，你做了很多身体对抗自己的动作，那你等于是得训练更多的指力，还有上肢的力量去对抗你紧绷的筋膜组织。那我们如果每次训练完，尤其是高强度的训练，我们有做到伸展的话，我们就仿佛给肌肉带来了一瓶回春水。我们可以避免运动伤害，也可以让运动表现非常的好。世界的顶尖攀岩选手，不管男女老少，你几乎没有看到柔软度不好的。尤其攀岩最重要的2个关节，就是肩关节跟髋关节。这2个关节的 mobility 会直接的影响你的攀岩表现。好，最后我们来做个轮式。这个时候我们躺在地上，脚尽量贴近屁股，双手反过来撑肩膀上方的地方。我们把身体撑起来，然后头顶到地，然后继续撑成一个圆弧形。这个时候我们要极度的伸展我们肩关节的这一块，尽量让躯干跟手的角度越来越平。好的，伸展结束，大家一定要记得攀完岩一定要留出时间给按摩和伸展，我们才可以把肌肉更加的放松。除了避免运动伤害，也可以减少很多身体筋膜的张力。在爬一些特别的 slab 或是需要技巧的路线的时候，身体的柔软度非常的重要。好了，那这一期的只言片语就到这里啊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